24分钟读完中国历史。243万年前，伴随着太阳缓缓落山的一次雷击，中国最早的先民山西西侯杜人燃起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把火，同时也点燃了华夏文明。可火一旦熄灭，他们又该思考漆黑的夜晚该去哪里寻找光亮。之后的漫长岁月里，从重庆的巫山到云南的元谋，从陕西的蓝田再到江苏的汤山，一直到燧人氏钻隧取火，我们的祖先用自然去征服自然，亲手点亮了第一把火，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，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。从此刻起，华夏圣火生生不息。时间来到约7000年前，当时的世界大多还处于懵懂蒙昧的状态，而伏羲已经团结统一了华夏，创立八卦，封禅泰山。他又发明了乐器，创造乐谱。原始先民拿着石器在墙壁上绘画，枯燥的日子逐渐变得有趣起来。这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伏羲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，因此我们自豪地称我们是龙的传人。2300年后，也就是约公元前4700年，黄河流域孕育出了新的部落。不久后，中国爆发了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场战争——涿鹿之战。炎黄二帝联合打败了蚩尤，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，因此我们也可以骄傲地称我们为炎黄子孙。他们种植五谷，驯养牲畜，华夏先祖披荆棘，斩天地，华夏文明一脉相承，生生不息。此后的数百年里，首领的位置都是传给有能力的人，尧传给了舜，舜传给了禹，大禹逢山开山，引洪入海，13年寒来暑往，终于治水成功。大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，他化天下为九州，筑九鼎保太平。杜康造酒，酒文化在夏朝发扬光大。大禹死后，他的儿子启破坏禅让的传统，从此王位传子不传贤。中国进入了古人口中的家天下，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烧制陶器用来储藏食物和美酒。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，约400年后，夏朝诞生了一个让我们耳熟能详的暴君夏桀。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面对压迫唯有反抗，于是商汤跃马扬鞭，征战20年，最终明条一战，夏朝亡国，商汤建立商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迭，同样也是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。商汤打破了天子之位不可变的定律，但不变的是永远的华夏传承。商朝是一个文化与艺术璀璨的时代，在打打杀杀的同时，他们也没忘记发展。他们规定366天为一个周期，大量的甲骨文不仅写下了他们上至求仙祭祀，下至私人生活，更是记载了日食和月食的天文现象。精美无比的青铜器在这里走向鼎盛，盛酒器、龙虎尊，祭祀用品、后母戊鼎、四羊方尊。每逢祭祀或征战的音乐剧作，编钟更是象征着等级和权力。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，仅一件足可以代表中国几千年的青铜发展。攀登千阴，促进中兴。姜子牙钓鱼钓来了文王拉车800步，周朝天下800年的典故。然而一个时代终会落幕。时间来到约公元前1046年，天资聪颖的商纣王沉溺酒色，倾国倾城的妲己助纣为虐。我们熟知的武王伐纣的故事拉开了序幕。牧野之战，周武王姬发结束了商朝的统治。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790年的周王朝。周武王论功行赏，分封诸侯，保卫天下。200多年后，恋爱脑的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，烽火戏诸侯，丢了江山，凭一己之力将周朝分为了西周和东周，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2个时期。春秋时期的英雄们为了天下不再含蓄，他们从黄河打到了长江。孙武写下著作《孙子兵法》，影响了中国几千年。齐桓公9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。晋文公建土会盟，开创了晋国100年基业。齐穆公一生灭掉12个国家，为秦始皇奠定大一统基石。楚庄王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问鼎中原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称霸东南。就在诸侯雄霸天下的同时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纵横家等等也不甘落后，他们在思想上百家齐鸣，著书立说，争辩不休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扎根每一位君主心中。孟母3000终学业有成，孟子终其一生周游列国，宣扬仁义善。
墨子脚穿草鞋，步行天下，提出兼爱非攻。孔子周游列国14年，编成巨著《论语》，创立儒家学派。老子主张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治，写下传世著作《道德经》。建筑学泰斗鲁班发明了尺、锯、墨斗，土木工艺出现了全新的面貌。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2000年仍然锋利无比。曾侯乙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经过48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事，52个诸侯国被灭，几百个小国逐渐合并为7个大国，我们称之为战国七雄。在这里，杀身白起一生大小70余战未尝败绩，却死在了一场从未参与的战争。赵括纸上谈兵，一战损失赵国40万青年好儿郎。蔺相如完璧归赵，让世人见证了他的情商与魄力，廉颇负荆请罪成为千古佳话。赵国名将李牧遭小人陷害，抱憾而终。我们吃的粽子是在纪念屈原跳江殉国。临行之前，易水湖边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尽管荆轲刺秦，也没能阻止嬴政的征程。公元前221年，嬴政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一扫六合，立万世之功，四分五裂的华夏归为一统。自此，大一统的理念在后世君主心中生根发芽。嬴政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，秦始皇。他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，下令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修万里长城，护我华夏儿女，筑运河灵渠，沟通长株两江水系。秦始皇的兵马俑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。然而，刚刚统一的王朝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下，加之秦二世的昏庸而付之一炬。陈胜说：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。刘邦芒砀山中斩白蛇起义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贵族张良依附了泥腿子出身的刘邦。萧何月下追韩信，成就了韩信的国士无双。唯一一位没当过皇帝却被列入帝王本纪的西楚霸王项羽，败给了他曾经最瞧不起的刘邦，未能衣锦还乡，自刎乌江。刘邦和汉初三杰相辅相成，亡秦灭楚。刘邦在秦国的废墟上开创了405年的大汉王朝。而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，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。汉文帝刘恒免收全国田租13载，创下文景之治的开端。我们过的元宵节是因为汉文帝庆祝堪平诸吕之乱。汉武大帝刘彻选名将，讨不服，结乌孙，起根黄，推恩令让各大诸侯不再是诸侯。青年将帅霍去病千里荡击匈奴，封狼居胥。西汉铁骑饮马瀚海，畅饮贝加尔湖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们被称为汉人。满腔热血的张骞踏上征途，出使西域，开辟丝绸之路，带回了胡萝卜和石榴。陈汤说：“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”旷世瑰宝金缕玉衣不仅震惊了中国，更是轰动了世界。我们的祖先在周髀算经最早提出了勾股定理，数学巨作九章算术的一些成就早了欧洲1000余年。最早的医学典籍《黄帝内经》也最终成型于西汉。西汉征战外敌100余载，却败在了自己人手里。公元9年，西汉外戚王莽篡汉建新，将大汉拦腰斩断，成就了骑牛天子刘秀的开挂人生。公元22年，刘秀起兵，25年刘秀称帝，登基后又用12年平定了天下，四分五裂的中国再次归于一统。我们熟知的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便是刘秀的典故。光武中兴，实至名归。刘秀光复大汉，我们称之为东汉。班超投笔从戎，万里封侯，收复西域50国。汉明帝刘庄设西域都护，管理新疆。王景治水1000年无患，佛教传入我国。刘庄建立我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，主张尊道惠德，效法自然的道教也随即诞生。蔡伦改进造纸术，影响了全世界。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了1700年。许慎铸成世界第一部字典《说文解字》。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被誉为中医史上的不朽之作。华佗创造的五禽戏，不知道你是否在人民广场上亲眼见过。转眼间，东汉末年，皇权微弱，张角一句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敲响了东汉的丧钟。前有袁绍进宫，怒杀宦官，匡扶大汉；后有董卓进京，把持朝政，祸乱朝纲。这是一个英雄辈出和充满遗憾的时代。诸葛亮做出隆中对，重新燃起了中年男人刘备的雄风。一代枭雄曹操感叹：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
江左风流美丈夫周瑜周公瑾保卫江东的同时，还将音律做到了极致的美。然而历史的遗憾也在这一刻扑面而来。周瑜赤壁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的统一梦，造成魏蜀吴三国鼎立，麦城埋葬了武财神关羽的傲骨。夷陵之战，陆逊不仅烧得刘皇叔白帝城托孤，更是烧完了蜀军三造大汉的希望。尽管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五丈原的秋风依然吹散了丞相的理想。刘备、曹操、孙权相互讨伐了半生，最终却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统一了全国。公元266年，司马炎逼迫曹操的孙子曹奂禅位，建立了晋朝，我们称之为三家归晋。而晋朝又分为西晋和东晋。晋朝是一个让人不愿提及的朝代，司马氏短暂的统一，却很快又因为妖后贾南风分赃不均，酿成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。华夏土地荒废，流民四起，内迁的游牧民族趁虚而入，随之黑暗的五胡乱华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帷幕。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华夏再次四分五裂，多个游牧民族建立了20多个国家，我们统称为五胡16国。胡人屠汉，冉闵杀胡，胡汉矛盾越来越深，直至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，实现内部整合，黑暗的五胡16国才得以消停。随之而来的是五胡16国的后半段至南北朝。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草根逆袭，灭亡东晋，建立宋朝，我们称之为刘宋。南北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刘宋的裴松之修写了《三国志》，北魏的郦道元写下地理学名著《水经注》，祖冲之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7位。常言道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公元581年，杨坚横空出世，篡州建隋。杨坚终结了300多年的乱世，再次统一了全国。这是一个出道即巅峰的短命王朝。隋文帝杨坚确立科举制，从此以后寒门也可以出贵子。东西对称、南北分明的大兴城被誉为世界第一城。隋朝大运河沟通南北水系，北方人终于可以方便地吃到南方的水果。耳熟能详的赵州桥，经历1400多年的雨雪风霜，仍然屹立不倒。虽然隋朝只有短短的38年，但它再次让中华文明屹立在了世界之巅。公元618年，李渊推翻隋朝，建立大唐。这是一个武力和文学拉满的时代，火药在唐朝开始用于战争，后来传入欧洲各国。天策上将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设安西四镇，巩固边防，开创贞观之治，盛唐之音，万国来朝。同一时期，松赞干布建造布达拉宫，统一了青藏高原。都说这里缺氧，但不缺信仰。然而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你的诗和远方。时间回到唐朝，男子能拥有的力量，女子亦可拥有。于是武则天将唐朝的国号改为周，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隆重的开国大典。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。晚年之际幡然醒悟，武则天又把江山还给了唐。在唐朝，武将最向往的大概便是王维的一生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。但杜甫笔下的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才是最真实的战争写照。原来悲叹人生短暂时，李白可以说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杜甫感叹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不知道让多少在外漂泊的游子潸然泪下。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，将唐朝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开元盛世成为我国最强盛的盛世。期间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外国商人络绎不绝，他们都见证了这个东方大国的强大，也听闻了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嘲讽。古人说盛极必衰，安禄山引发的安史之乱将唐朝带入了万丈深渊。唐朝以举国之力平定叛乱后，并没有迎来否极泰来。落榜书生黄巢说，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于是在公元880年，他带兵攻入了唐朝的都城长安。黄巢这才明白，原来杀进长安可比考进长安要简单得多。冬逝流水，落叶纷纷，时光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时代。公元907年，唐朝末代皇帝李处将皇位禅让给了朱温。
朱温建立了后梁，随后又相继出现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4个朝代，以及前蜀、后蜀、南吴、南唐等10个政权，因此我们称之为5代10国。华夏文明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。石敬瑭割让天然屏障幽云16州送给契丹，致使中原大地400年来一马平川。南唐后主李煜写出了悲到极致的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，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直到公元960年，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，而宋朝又分为北宋和南宋。虽然赵匡胤没能完成大一统，但是他结束了江南和中原的分裂局面。宋是一个文人登峰造极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武将未能圆梦的时代。前有辽朝针锋相对，后有金朝虎视眈眈。张载说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每次读起来都能让人充满使命感和浩然正气。张择端笔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出了北宋百姓的真实写照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更是描绘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王安石以理财整军的王安石变法，起初也没能如愿，更没阻止金军攻破开封城。公元1127年，金军攻破开封，徽钦二帝连同王公大臣3000人被俘虏北去，开封城被洗劫一空。靖康之耻亡了北宋，但亡不了的是宋人的脊梁。赵构率军从济南南下到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，我们称之为南宋。在这里，文人写词振奋军心，武将上马收复中原，辛弃疾文能提笔作词，代代相传，我能上马杀敌，护我基业。他说：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他说：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他说：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陆游说：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岳飞说：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于是他带领岳家军攻打江南，收复建康，挥师北伐，收复中原。今人说汉山易，汉岳家军难，所以秦桧害死岳飞，跪了1000年也不冤。就在中原大地打打杀杀的同时，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已经横扫欧亚大陆。蒙古铁骑灭了西夏和西辽后，又将弯刀对准了南宋。公元1279年，崖山海战，南宋军民对抗蒙古壮汉，陆秀夫不愿做亡国奴，于是背着年仅8岁的南宋幼主投海自尽，约10万人相继跳海，为南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公元1271年，忽必烈建国大元，元朝不仅统一了全国，它的疆域更是超过了历代，中国的版图也初具雏形。戏曲在元朝走向了鼎盛，元仁宗恢复了科举制度，彻底拥抱汉文化，而元朝则完美地诠释了打江山易，守江山难。短短89年，传了11位皇帝，一代名臣脱脱整顿吏治，但没能拯救元朝。公元1368年，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力灭群雄，推翻元廷，立国大明，建元洪武。丢失400年的幽云16州再度划入中国版图。这是一个被后人誉为最硬气的朝代，无和亲，无纳贡。永乐大帝迁都北京，开启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先例，郑和下西洋，将华夏文明传播给西方国家。3亿7千多万字的《永乐大典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。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，深深影响了日本和朝鲜。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金瓶梅》4大奇书问世，让老百姓的生活不再枯燥。李时珍写下大成之作《本草纲目》，被英国人誉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。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，日月如落花流水。200多年后，闯王李自成灭掉明朝，建立大顺。然而又一个恋爱脑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公元1644年，吴三桂打开山海关，引清军入关。不久后，清又统一了全国。康熙自信地打开国门，与世界往来。雍正大力改革，硬刚各方势力，而乾隆深知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却闭关锁国。英国人590亿件科技礼品让乾隆感觉飘飘然，不屑一顾。乾隆十全武功记完成的时候，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；嘉庆平定白莲教起义的时候，美国发明家在法国建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。1814年，英国人发明的火车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。1840年，鸦片战争，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国门。1842年，清朝签订南京条约。
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以失败告终。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，清王朝全部战败，无数文物流落海外。期间，左宗棠顶着外界和内部的压力，抬棺挂帅出征收复新疆。伴随着天津条约、北京条约、马关条约、辛丑条约，清朝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。10年引兵，难凉热血，一日受挫，未减雄心。1909年，詹天佑完成了由中国人完全自主设计运营的京张铁路。1911年，武昌起义成功，清王朝进入了倒计时。1912年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宣布退位。孙中山先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。1919年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爆发。1921年，在浙江南湖一艘小船上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。1931年，日本制造9·18事变，挑起侵华战争。1932年，伪满洲国在东北成立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，全面抗日战争爆发。1937年，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太原会战、徐州会战爆发，上海失守，南京沦陷。日本人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1941年，中国远征军跨出国门，奔向缅甸，滇缅之战爆发。1944年，玉香桂战役打响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局部抗战6年，全面抗战8年的抗日战争，我国损失总人口在5000万人以上。1946年6月，解放战争爆发，民心所向的共产党仅用了3年就赢得了战争。1949年10月1日，伴随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伟人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。第一面5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，人民空军飞行编队飞越首都上空，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市民高举红旗，欢呼共和国的诞生。1950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。1956年，中国人自己制造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。1964年10月16日，邓稼先等人参与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。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升空，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到了世界各地。1997年香港回归，1999年澳门回归。2003年，中国发射神舟5号载人飞船。从1932年，我中华健儿刘长春单刀赴会，独自一人参加奥运会，再到2008年，中国北京举行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。201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。我们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我们追随的光是五角星的光，愿以寸心寄华夏，且将岁月赠山河。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回头看今时月仍是古时月，这盘棋中国下了5000年，而对手却换了一轮又一轮。历代帝王生存的土地，如今住着的仍是他们的子孙。1000年前的文字，如今依然在用；1000年前的文章，如今依然在读。5000年的风风雨雨，中国经历过曲折，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。